有没有人对你说过这句话？你一点都不成熟。以前有人这么说我，我都想生气怼回去。长了30多年，腰也粗了，头也秃了，你跟我说不成熟，你是故意找茬是不是？其实我也知道，他们并不是要拿出身份证比比谁大，而我只是不愿意承认心智成熟不能用生理年龄来衡量的事实。现在想想，这或许也是一种不成熟的表现。那怎样才算心智成熟呢？今天咱们借《少有人走的路》这本书聊聊这个问题。起初看到书名的时候，我还以为又是迎合大众口味的鸡汤，但在深入了解之后，我被打脸了。这本心理学著作自1978年出版以来，被翻译成23种语言，在全世界发行。豆瓣9万多人也打出了8.4的高分。它的内容没有那么时髦，有些甚至可能会让你觉得不舒服，但我还是恳请大家耐心看完本期视频，因为它真的能让我们在心智成熟的旅程上有所收获。作者斯科特·派克是一位心理医生，20多年的职业生涯中，他治愈了上万名病人，但过程并不像结果那么美好。事实上，在大多数治疗过程中，他都经受着长期的困惑和沮丧，所以开篇第一句他就写下了 Life is difficult。 跟那些赞美生活的话比起来，这或许才是人间真实。生活不如意十之八九，不管我们接受与否，众生皆苦就是事实。但很多人不敢正视人生的苦难，特别是遇到挫折和困难的时候，就表现出了不成熟的一面。有的选择逃避，生活是一场战斗，我不打你就不能把我怎么样，考不上大学就不上，找不到工作就啃老。有的怨天尤人，我之前也是这样，总觉得命运不公，凭什么别人顺风顺水，我到哪儿都是逆水行舟。还有的用不好的方式来发泄，严重酗酒，沉迷游戏，甚至把消极情绪转移到家人朋友身上。仔细想想，这些心理防御机制就像是回到了小时候，比如做错了事儿，赶紧捂着双眼，看不到它就没发生。看见别的孩子吃冰淇淋，就跟大人发牢骚，大人不给买就开始撒泼，在地上打滚。所以派克觉得，心智成熟的前提就是不要用生活美好来欺骗自己，而是接受人生苦难重重这个事实。看上去好像有点丧，但这并不代表向人生妥协。相反，作者觉得人生是一个不断面对问题并解决问题的过程。问题的存在不是为了压垮我们，而是让我们更强大。就像学校刻意设计各种问题，让学生动脑子想办法去解决。唯一不同的是，学校里有老师，而生活中只能靠我们自己。接受之后要如何应对呢？作者提到一个词，自律。乍一看没什么新意，但作者所说的自律并不是早睡早起好好学习这么简单，而是主动要求自己以积极的态度去承受痛苦。它包括4个原则：延迟满足、承担责任、忠于事实、保持平衡。咱们一个个说。小时候大家应该都一样，想要什么东西那必须立刻马上得到。我从不相信父母说的明天再买，鉴于我每次的态度都很强硬，所以很多时候我都如愿以偿的得到了一顿毒打。长大了也没好到哪儿去，复习功课那是能拖就拖，组团开黑就一刻都不能等。做事情不是以重要程度来衡量，而是拿能不能获得快感来说事儿。作者提到一个案例，有位女士找到他，想要改掉工作拖延的毛病，结果发现问题的症结竟然是吃蛋糕的习惯。这位女士很喜欢吃蛋糕，确切的说是喜欢吃蛋糕上的奶油，所以她总是先吃奶油再吃蛋糕。上班也是一样，她总是先处理容易和喜欢做的事情，困难的就往后推。派克让她反过来试试，结果很快她就克服了拖延。你看，只是颠倒了一下顺序，甚至都不能算是一种新的方案，怎么就有立竿见影的效果呢？咱们可以这么理解，先易后难，每一件都比上一件难搞，等于是越来越痛苦，也就越来越想往后拖。反过来，先难后易，就是越做越轻松，处理问题的心态完全相反。另外，人的意志力并不是恒定不变的，跟肌肉力量一样是会被消耗的。先难后易能充分利用意志力，保证工作的质量和效率。很多人都没办法做到延迟满足，为了玩游戏经常熬夜，为了高配生活刷爆信用卡，为了当下快乐透着未来。他们不知道，这样不仅让痛苦在将来不断积累，也把心智成长的可能性淹没在无限的欲望中。我有一个表弟，初中毕业就辍学了，在社会上打拼了10几年，一直混得不好。他的父亲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，你自己当初不想上学，能怪谁？表弟在聊这个问题的时候，也总是告诉我，我爸不想让我上学，我现在只能这样。要说处理问题最快的方式，那一定是推给别人，但这样同样也是最坏的方式。孩子说不上学就不上学，作为父亲要承担教育失败的责任，而不是推到未成年的孩子身上。表弟进入社会没有混好，也不能把责任推给父亲，毕竟当初辍学是自己的决定。小时候我喜欢说这些话，是他先打我的，谁让你不提醒我，都怪你不帮忙，不关我的事儿。
长大了还是把他们挂在嘴边，千错万错都是别人的错，自己专注甩锅20年。心理学上有一种人格障碍叫人格失调症，就是缺少自主判断和承担责任的能力。你看是不是跟大多数人的症状一模一样？也刚好印证了作者的一个结论，几乎人人都有心理问题，只是程度不同而已。美国作家埃尔德里奇说过一句话，你不能解决问题，你就会成为问题。不管把责任推给谁，问题并不是消失了，而是短暂的寄存在别人的，时间越长问题越严重，最终会连本带利的还给你。所以承担责任甚至比第一条更重要，该来的迟早要来。人们以为推给别人就是躲过了责任，但其实只是躲过了心智成长的机会。人们认知这个世界的过程就像是在绘制一张地图，从小就开始了，哪儿有山哪儿有水，哪条路好走哪条道布满荆棘。小时候我们听大人的话，会以为夜里真的有老猫，说谎话真的会尿床。长大后发现黑夜只是天体运动的结果，说谎话也只是不好的行为而已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地图会变得清晰准确，这也直接决定了我们对客观事实的了解程度。有些人一直在修改自己的地图，不管年龄多大，没有偏见和优越感，努力接受新的认知。还有些人还未成年就放下了画笔，他们以为自己的地图准确无误，不需要再修改。年轻的时候我也总是会有偏见，看到别人天天去图书馆，会觉得他们装；看到有人刚毕业就找到好工作，会认为是靠家里人。心理学上有个词叫退行，就是说成年人用小孩子那套方式来应对困境，缓解焦虑。现在想想，我的行为跟小孩子毫无二致。就像小时候我们总喜欢跟小伙伴们比谁的才是好的，他喜欢泰罗奥特曼，我喜欢赛文奥特曼，谁也不让谁能吵一节课，因为在我们心里自己坚持的才是事实。很多时候并不是人们看不到事实，而是不愿意承认事实，他们更愿意待在舒适区里，对不同的声音视而不见。心理学家凯斯桑斯坦提出了回音式效应的概念，我们在封闭的环境里，意见相近的声音不断重复，不管他们是真理还是谬论，我们都会信以为真。舒服是舒服了，但也封死了心智成长的道路。小时候家里条件不好，碰上哪天大人买水果了，我就像饿了半个月的狼一样，不吃完不罢休。有几次都吃到肚子疼，我还说他们买的水果不新鲜，后来他们买的次数就更少了。保持平衡就是要懂得取舍，建立一套富有弹性的约束机制。小时候贪吃贪玩，不顾后果的放纵自己是不平衡的。成年了迫于生活压力，只知道拼命工作，不给自己喘息的机会，也是不平衡的。精神分析学派的创始人弗洛伊德提到了人格结构的3个组成部分：本我、自我和超我。简单来说，本我代表着人类最原始的欲望，无视外界的道德规范，怎么爽怎么来。之所以人不会放纵自己，是因为有超我，它是人格中最美好的一面，道德高尚，追求完美。二者完全对立，但又能和谐共处，靠的就是自我。它就像是一个现实的和事佬，一方面调节本我，一方面受制于超我。心智成熟不是本我支配的原始冲动，也不是超我追求的完美圣人，而是在自我的调控下保持人格的平衡状态。书中提到，保持平衡意味着放弃，但放弃并不是最终目的，而是得到的必经过程。上面4个原则好像每一个都很痛苦，既要先苦后甜，又要承担责任，还要打破自己的认知和懂得取舍。不过看了作者下面提到的2个驱动力，你就会发现心智成熟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难。第一个驱动力，爱，也不是什么新的概念，不过作者所说的爱依然不是一般的爱，而是为了促进自己和他人的心智成熟，不断拓展自我界限，实现自我完善的一种意愿。根据定义，男女之间的爱情就不属于这种爱。首先，这只是动物的本能，并不是人类的专属。另外，派克甚至觉得这是心智的退化。虽然每对恋人都觉得他们的爱力量很强大，但本质上只是一种幻想，跟小时候幻想自己是超人一样。这也是为什么归于平淡之后，有些人会后悔，我真是瞎了眼，怎么会看上你？怎么理解作者所说的爱呢？其实就在字面上，促进心智成熟，而心智成熟就是上面提到的4个原则。也就是说，如果你对一个人或者一件事的爱，可以不在乎眼前的收获，可以让你产生责任感，愿意推翻自己，重建认知，又不至于丧失自我，那就是真爱无疑了。有一些科研工作者对真理的追求就是真爱。第2个驱动力，潜意识。潜意识就是无意识的、没有被察觉到的心理活动，听上去不靠谱，但人们95%的感知、记忆、决策都是潜意识承包的。大家应该有这样的经历，面对一个问题百思不得其解，但某一刻突然灵光一现，就有了答案。有时候需要我们做选择，跟着感觉走的决定竟然是最佳选择。虽然不好解释，但荣格的集体潜意识理论给出了暗示，就是说很多我们未知的智慧就像遗传基因一样，来自于全人类智慧的继承。既然是无意识的，我们怎么才能察觉到它们呢？
这里有3个工具：梦境、口误和杂念。举个例子，有个朋友第一次见未来丈母娘，人家给他端来一杯水，他来一句不抽不抽，尴尬的气氛瞬间更尴尬了。其实他想来一根缓解自己的紧张。杂念更好理解，比如工作了很长时间，你发现大脑思绪飘了，直觉在告诉你该休息了；打着打着游戏，觉得好像没意思了，直觉在告诉你该干点正事了。我们需要聆听潜意识的声音，让意识中对自己的认识更接近真实的自己。对潜意识认识的越多，意识就越成长，心智也就越成熟。到这里就是我对少有人走的路浅薄的总结。书中理论偏多，担心大家看不下去，我语速比较快，大家见谅啊。非常感谢耐心看到这里的小伙伴们，也希望10分钟的视频能带来一些不一样的收获。网上有个调侃，当你觉得人生已经很糟糕的时候，强忍着痛苦和泪水，努力熬过去，你会发现它真的可以更糟糕。但很多人依然可以活得充实和精彩，所以心智成熟并不难，因为爱和潜意识是刻在每个人骨子里的本能，只是还没有被我们充分唤醒。